Hello 啊，欢迎来到最速内燃机。有这么一台传奇的车，在 BMW fanboy 之间广泛流传。M-Power V8 高转，澎湃的声浪，液压转向，探定，414匹马力，自然吸气。是什么为宝马迎来了诸多名誉？而又是什么让 M-Power 跌落神坛？这两期就让我们来聊聊 19X M3。时间回到2007年秋季，宝马发布了第4代 M3，代号192 M3，两门硬顶。次年的2008年，宝马让其产品线变得丰满，添加了敞篷版193 M3、四门版190 M3，总共生产了40092台，其中敞篷16219台，四门9674台。要知道，上次宝马发布四门版 M3 的时候，还是136时代，146时代压根就没发行过四门版的 M3。可见宝马这是卯足了劲，准备和他的劲敌们竞争下去。那是一个神仙打架的年代，不用在燃油和电之间进行取舍，性能车群魔乱舞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奥迪、奔驰都将 V8 塞进自家的车壳里 ，RS5 4.2升 V8，C63 6.208升 V8。宝马受不了这个刺激，在大家都追求大排量的环境下，如果要继续沿用直列六缸，起码得加上增压才能与之抗衡。但在那个年代，宝马的涡轮技术还不成熟，没办法，只能召集 M-Power 部门一顿商讨。这个引擎咋弄呢？哎，翻翻咱家的那个仓库，看还剩些啥？哎，老大，还有个 S62啊，要不想什么呢？那都10年前的产品了。那咱不是还有那个 S85B50 吗？ S85B50 塞进 M3 里，那咱们那个 M5、M6 的老脸往哪搁啊？要不砍2个缸 V8 4.0 总行了吧？于是 M-Power 将这台全新的 4.0 升 V8 附上了全新的名字 S65B40， 8300转414 horsepower 295磅尺的扭矩，从排量上就很容易看出这台 M3 在直线加速上一点都不吃香，人家都是 4.2 升 6.208 升的排量，你这个 4.0 升 V8 的扭矩还没有人家保时捷 Center Lock 的扭矩大。可 M-Power 从来都不是赢在直线加速上，操控轻量化才是 M-Power 的造车理念。至少是在那个时代啊。纽北成绩8分05，比同代的 C63 和 RS5 都慢了些。相比起136 M3 上的那具 S54B32 发动机 ，S65B40 比其轻了15千克。这具 V8 引擎采用了当时诸多技术，双 Vanos 独立节气门和强大的发动机电控系统。有人会问 ，Vanos 是个什么东东呢？Vanos 是宝马自1992年起在各种汽车发动机上使用的可变气门正时系统，该名称是德语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可变凸轮轴正时，分单 Vanos 和双 Vanos， 通过移动凸轮轴的位置与传动齿轮的关系来改变气门的正时，进气和排气气门之间的相对正时被改变，在较低的发动机转速下，凸轮轴的位置被移动，使气门打开得更晚，因为这可以改善怠速质量和平稳的动力输出。随着发动机转速的增加，气门会提前打开，这增加了扭矩，降低了燃油消耗，并减少了排放。在高速下呢，气门再次被推迟打开，因为这可以实现完全功率的输出。最初的版本啊，那个单 Vanos 仅用于进气凸轮轴，然后后来的这个双 Vanos 系统呢，用于进气和排气凸轮轴。你可以理解为是来自巴伐利亚的 VTEC。自2001年以来 ，Vanos 通常与可变气门生成系统 Valvetronic 一起使用。这里又要有人问了 ，Valvetronic 又係咩嚟㗎 ？Valvetronic 系统是宝马的一种可变气门生成系统，与 Vanos 结合使用，可以无限调整进气气门的正时和持续时间。该系统声称可以提高燃油经济性和减少排量，并且在常规使用中不需要节气门。这次 M3 首次搭载了7速 GetReg MDCT 变速箱，官方成绩为0到100公里每小时4.6秒。
首排档为 4.8 秒，而敞篷版则为 5.1 秒。2010年192和193 M3 迎来了小改款，这次小改款包括 LED 尾灯以及内饰的一些改变，但是头灯却没有像普通的3系有所改变。四门版于2011年停产，四门版没有像两门版一样有探顶可选，让其多出了额外的10公斤重量。3个版本的官方重量以手动挡变速箱为例，分别是1580公斤两门、1605公斤四门、1810公斤敞篷，而 DCT 版本则多出75公斤。很多人认为这个 19X 系列是 Chris Bangle 设计的，但 Chris Bangle 表示整个 19X 系列和他没关系。设计190的设计师是日本人 George Nagashima， 生于1955年，出生于东京并在日本接受教育，后来在密西根州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接受教育，1980年毕业。韦恩州大学是一所与汽车行业与底特律车展传统相关联的教育机构。自1988年来 ，George 一直在宝马工作，驻扎在慕尼黑。136、137的 Z3、139的5系和190、191的3系，这些经典都出自 George 之笔，难怪他在宝马汽车车身设计方面拥有22项国际专利。而192和193的设计师呢，是由 Peter Gabath 和 Mark Michael 共同设计。Peter Gabath 德国设计师，居住在耶森旺，在慕尼黑为宝马工作，与 Mark Michael 共同设计了192、193、3系轿车和敞篷车，还与其他设计师共同设计了有邦格韦之称的宝马165-7系。Peter 与 Mark Michael 共同设计的前后保险杠已被宝马专利，他的一些设计也获得了单独的专利，共计29项专利。Peter Gabath 有一句名言叫做 "It's nice to not read every corner of a car in a moment. A BMW should take lots of reads to see it all." Mark Michael 是位在慕尼黑与宝马合作的德国设计师，共同设计了192、193、3系轿车和敞篷车，还有182和188、1系轿车和敞篷车。目前在劳斯莱斯担任项目负责人。2009年11月，宝马宣布了192 M3 的最 hardcore 版本 The M3 GTS， 并于2010年发布。一开始宝马准备限量生产150台，可最终生产了138台，一经发售立马售罄，售价117630英镑起。这个时候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是英镑呢？因为这台车不对北美和一些地方销售。扭摆成绩7分48，在那个年代看来已经是很快了。要知道997的 GT3 RS 也是这个成绩，由原来的 4.0 升拓宽到 4.4 升，马力也来到了444匹，扭矩则是325磅尺。GTS 特调的7速 MDCT 变速箱，官方0-100加速为 4.4 秒。同时配备了 GTS 独有的可调卡泵大前铲、可调卡泵大尾翼、防滚架及2张铜椅。由于更轻的中控台和门板，聚酯酸酯侧窗和后窗，去除座椅以及去除了隔音层，车重比普通版本轻了136公斤。悬挂变化包括可调车身倾角和车身高度，后轴采用刚性固定，并改良了避震器。刹车系统则变为前6活塞后4活塞卡钳，前后刹车盘也更增大了18毫米。M3 GTS 设计理念就是可上路的赛车。然而眼尖的观众不难发现，2张铜椅不过是 Recaro 的 Profit SPG。如果你要从宝马买这2张座椅，那售价需要25000美金。刹车 M 的前6后4则是 Brembo GT 刹车，但如果单买这套 GTS 的刹车的话，宝马要你14000刀。GTS 的可调悬挂其实就是KW 的 Club Sport 系列。同样是2010年，193 M3 发布了竞技套件，人称 ZCP， 车身高度降低了10毫米，添加了可调悬挂 EDC，M 模式下 DSC 系统，19寸 ZCP 轮毂。随后的2011年，也就是4门版190 M3 的最终年，宝马发布了 M3 CRT The Carbon Racing Technology 版本，4门 M3 独享版。CRT 搭载着和 GTS 一样的 4.4 升 S65B44 引擎，碳纤维基杆和碳纤维铜椅省去了68公斤，总共生产67台，每一台都有其编号。0-100加速和 GTS 一样，都是 4.4 秒。2012年，虽然北美没有 GTS， 但是有一个 GTS 安慰版本，人称 Lime Rock Park Edition， 只在北美发售。2013年，宝马发布 M3 Lime Rock Park Edition 限量，每台内装上都有 One of 200限量标签。顺便一说，加拿大有23台，
但整个 Lime Rock Park Edition 系列只有2门192版本，这个版本呢只有一种非常骚气的颜色，叫做 Fire Orange， 配备了 Carbon Fiber 前场、Carbon Fiber 尾翼和更广域的 ECS 调教，可选择轻量化 Inconel Titanium 宝马运动型排气。选了 Inconel Titanium 排气后，可增加5匹马力。当然了，193M3还有众多特别版本和罕见的颜色。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以后专门出一期聊一聊 M Power 的特别版和罕见的颜色。本人呢也有幸拥有过一台192M3，当时买车的时候啊，还有一段故事。与当时的 FK8 停一起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相信关注本频道的人都知道，我们不会只聊一个车的优点，同时也会去深扒它的缺陷和它后续的一些改装方案。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下一期我们一起来深扒 193M3 的致命缺陷和我这个车主的用车心得。好了，喜欢我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你们的支持是最速内燃机的动力。我们下期见。